看看这个鳗鱼饭，我在海的对面都没见过这么扎实的，垒这么高，五彩来的高低都要吃2口。又到了吃中华菜的日子，今天在成都又发现了一家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店，语速真的很快。我现在就是一个中华小当家，哎，不要说那么多废话。好热情哦！我们开始吧。就是我点的第一个菜是根据图片点的，别人家都是图菜不符，他们家的太相似了，真的很疯狂。他这样一份346，比手掌大的鳗鱼其实没什么。我觉得鳗鱼的重点还是得看肉质和味儿。就单说这个鳗鱼，我吃了一口之后发现，它其实比我在日本吃的要好很多。毕竟小日子也是在我们这儿进口的，搭配着一块厚实的蒸蛋，第一口就会给你一点小震惊。黏黏的照烧酱汁包裹着鳗鱼，再来一口撒满海苔碎的米饭，就着那个饭香的热气儿，真的很开胃。现在鳗鱼真的还得看国内的，它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厚鳗，里面有些许微小的刺儿，但可以忽略不计。趁热吃的时候还能吃到表面的焦脆感，能吃出真的是非常新鲜的鳗鱼。它这个蒸蛋嚼起来其实特别弹，像是布丁版的茶碗蒸。夏天来一杯菠萝冰沙，开胃。然后又点了个很可爱的菜，油豆腐寿司，像是一个小小的豆腐口袋里装满了馅料，它每一个都是2种以上的味道。这一块是牛肉和菠萝，它里边的牛肉是才烤好的，就热热的那种，这样能够激发出菠萝的甜味儿。但是我最喜欢这个牛油果三文鱼味儿，牛油果金枪鱼塔，我自己取的名字啊。它这个馅儿多的我一口下去，寿司只是受了一点小伤。牛油果的你们一定要点，蟹肉的这个也不错。今天还点了一个海南糟粕醋锅子，他家海鲜的块头都还挺大的。这个汤底喝起来就是酸酸辣辣，有一点点像冬阴功，但是更偏向酸甜的味道。比较喜欢蘸蘸蛋液，我个人觉得牛肉裹上一点蛋液会更香。就这个锅，你越吃到后面那个糟粕醋锅底的味道会更浓，整只还有点下饭。中场休息点了个他们家的手工年糕，白白胖胖的，蘸一点红糖，再蘸一点黄豆粉，食感很像红糖糍粑，糯叽叽的，但是它更有嚼劲儿。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和牛寿司，它居然是用喷枪当场炙烤，而且还可以自己选择几分熟。最后牛肉包上寿司米加生葱和姜，就这一口下去，先是黄油和黑胡椒的混合味儿，然后再是肉被炙烤之后的焦香，口感真的很好。然后是一份烤五花肉，这个真的很下饭，生菜包五花，再加上一点泡菜，进油水，感觉像在吃韩国烤肉，好吃。最后的主食我们选了一个老坛酸菜土豆，它这个酸菜很像酸菜鱼里面的酸菜，有一点微微辣，就配着高碳水的土豆，满足感还是很高的。吃完之后我一直很在意一个菜，就这个鹅肝牛舌拌饭到底什么东西，因为这2个都是我很喜欢的食材，所以我们就又追加了。油香满满，它这个鹅肝脂肪含量之高，感觉它的油已经融到了米饭里。牛舌用的是舌根肉，再加上饭里还有一些照烧酱和黑胡椒酱，每一口米饭都很有味道。最后的甜品也很劲，红薯冰淇淋，上面还撒了一点椰子碎，造型就很好看啊。主食狂欢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不管是聚会还是约会都挺适合的，而且有一种在汤屋吃饭的感觉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好呀。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，主要是因为没动力。好困啊！但是今天这家店传的实在是太凶了，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。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米其林3星。米其林3星的早餐那可太装逼了！你们知道拿到3星有多难吗？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，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，还把对面水晶推了，好像不是很恰当。但总而言之，就是3星的店非常的少，全球范围内都很少。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，我们到门口了。嗨。不愧是京都的7大名店，他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400多年前你在干嘛？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，而你还在纠结怎么牵隔壁同学的手。早饭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。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3层的葫芦器皿，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、油菜和蚕豆，还有一块鱼饼，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，也就能塞个牙缝吧。浅尝一下，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，蛋黄由外而内，是凝固转为溏心，还可以，口感温润甜糯，甚至像在吃布丁。再来块鱼饼，普普通通；吃一口芝麻油菜，普普通通；再来颗蚕豆，普普通通。哈哈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放屁豆。下一个谜底揭晓，叶子里面包的是2块很小的甜鲷寿司，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青玉水芹和魔芋豆腐，吃进去清甜脆口。第2碗是清蒸鲈鱼，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，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。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？第3碗是当季的食材，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，还有鲷鱼和笋。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。但是豆腐海带汤啊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，成都人吃到这里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他们家的重点，就是这碗粥，他家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的。那个时候很多艺妓在通宵之后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，久而久之就出名了。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，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米粒都已经绽开了。旁边的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，淋到汤上之后有点味增汤粥的感觉，再配上旁边的小菜，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。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才把粥给你端上来，有种为了一碗粥过5关斩六将的感觉。出茶凉面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一顿下来其实还有点贵，但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，但是却又温暖舒坦。毕竟他家是全世界米其林3星店里面唯一一个卖早饭的，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还有力气起床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。哇，困了我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好样！等一下，他们说在日本除了烧鸟、寿司、天妇罗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我寻思也不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反正不会是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吃任何的日料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在东京很有人气的德餐馆子，德国菜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脆皮猪肘。今天这只猪它肯定是逃不掉的，吃肉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不管是店里的氛围还是这个菜单，已经有点那个味儿了。既然是一个成人局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点这个德国特产小鸟伏特加啊？德国不就是被它干掉的吗？骗我，我喝不来。好啦，第一个菜煮的清口贝，饭前一口汤。这个汤喝起来很鲜的同时，还有一点微辣，有点像在乐山喝的那个翘脚牛肉汤的味道，只不过它是海鲜版的。
清口的肉还是挺有弹性，打开都是爱你的形状。德菜里面的头排肯定是香肠了。给你们看这盘有多长。第一排是番茄土豆味，怎么那么像美式快餐？它这个吃着会有一股很明显的烟熏味，但是它又盖不住那个肉汁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香肠的肉很扎实，一口下去肉感十足，还有点黑胡椒的味道。旁边的脆皮土豆一定要蘸那个孜然番茄酱，又甜又像烧烤的味道。这边建议亲想象一下羊肉串蘸番茄的味道，有一点上头，不太确定，再吃一口。这种是真的比清淡的日料好吃太多了。这个厚切培根我狂喜欢，它下面配的是酸菜，而且那个培根是厚切很紧实，有点韧性又有点弹性的那种，肥瘦相间，但是一点都不齁咸。培根的油脂配上微微泛酸又带一点咸味的酸菜，就真的太美好了。酸菜就是完美的在给培根解腻。香。这一盘烂泥是芝士培根土豆泥，第一口吃进去还挺大满足的，那种奶香再加上黄油独特的香气。不过是不是德国土豆泥都不会那么细腻啊？像那个捣碎的蒜泥，一整个很干瘪，它那个坨坨感非常明显，甚至有点像云南的那个老奶洋芋。这个墨西哥辣酱你们谁吃过？浅尝一下吧。它特别像加浓版的泡椒凤爪水。我们用它来试一下这盘新的香肠，这一根是带辣味的德国烟熏香肠，只不过它里面的肉汁也是加上刚才那个辣汁，就吃起来很酸爽。这也太恐怖了，这个玩意儿一下就能冲到天灵盖。德国的芥末油炸版的浓缩泡椒汁。这个酸菜肠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很浓的蒜香味，酸菜加蒜香加烟熏，重口味香肠我的爱。这个看起来最无害的白香肠，里面加的应该是洋葱和欧芹，比其他香肠吃起来口感更嫩。蔬菜口味的香肠，真的发现德国人吃香肠还是挺有一套，这么多种味道差别还不小。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菜，德国脆皮猪肘，我今天就是为它而来的，它一人份的分量就真的很大，里面配了一坨土豆泥，还有一坨德国酸菜。先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猪肘，果然脆皮猪肘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肥而不腻，感觉外层的油都已经被烤走了，所以它肯定没什么热量，外面的皮真的特别的酥脆，有点像吃那个猪油渣的味道，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又留得很合适，再加上里面的肉又有胶质又很 Q 弹。最后的甜点是一份煎午餐肉，我发现德国菜的重点就是重油重盐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午餐肉真的差了一点六婆，德国人就应该尝尝六婆，不是广告好。今天瞬间爱上了德餐。总而言之，吃多了清淡的日料，偶尔来一顿这种重口味的异国菜也很满足。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，日本除了那些本土菜，这些很难理解的异国菜也非常值得去试一下。跟朋友出来喝喝啤酒，也不输给在居酒屋里谈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 ，SS 那个玩意儿。提灯最近出现了很多它的负面评价，说它是下水，但咱们说就是什么，这跟它好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刻意挑了家有提灯的店，好久没有吃到过让我惊愕的烧鸟店了，真的很夸张。我这打的辣吗？这个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站，一个非常浮夸的商业区，里边其实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直接在车站的里面。5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5時半ですか？あ、5時ですよ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进来后发现是位老师傅，今天这顿稳了，吃鸟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，常驻嘉宾毛豆在手，缺点小脚。这个前菜还挺有意思，它是先烤后蒸的鸡肉，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四川的冒烤鸭，加上一点洋葱，会有点清甜的感觉。它都是宫城县的鸡肉。再来一口豆腐渣拌的菜根，饿了。第一个出来终于来了，鸡脖子肉，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吗？它是鸡身上活动最多的部位，所以它会格外的嫩滑弹牙。而且它的筋和肉是缠绕在一块儿的，都在发光。接下来是调味鸡腿肉，感觉每家店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。师傅说可以加一点七味或者一点山椒，因为这一串是酱烧，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。我发现这个鸡有个特点，就是它肉和油脂的部分平衡的很好，细嫩又不失弹性。第三段是酱烧的鸡肉丸子，师傅对它其实下了狠手，一口下去，牙齿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里面的紫苏叶和脆骨，再蘸一点萝卜泥和蛋液，这样配上更甜了。它这个肉打得特别细，肉质也被保留得很充足。肉里的油水真的很适合夏天，但是脸上的油我们还是算了吧。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资生堂男士的新系列 Sidekick， 特别是他家的这个净油棒，它那个绵密的泡沫深入毛孔，清洁后皮肤也不会紧绷。里面的二肽15和山茶籽油不仅可以收缩毛孔，还能长时间的水油平衡，洗完还能再用他们家的保水瓶补水的同时还能安抚泛红。这个夏天的清爽就靠它了。好啦，继续下一串，真的很夸张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鸡肝。如果有鸡肝选美大赛的话，它可能估计会荣获第2名。它像一块打磨好的鳕鱼，吃进去的感觉也是表皮 Q 弹，破开之后里面的干香会像液体一样涌入你的口腔，它里面是流心的。最近吃到过最好的鸡肝，再吃一串烤番茄缓一下，上面是一层厚厚的芝士，甜而不腻，而且盘子下面的芝士番茄汁还挺好喝。接着是一碗烤的包浆豆腐，上面淋的鸡油，有点像吃肉，又有点像吃油豆腐，整个豆腐都被肉香包裹着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灯啊，也是我来这家店的理由。它卵巢部分的肉挂得很足，卵巢不同于别的内脏，吃起来特别的有韧劲，再加上这颗超大的爆珠在你嘴巴里面炸开，蛋液没有腥味，反而是一丝清甜，口感立马丰富了。所以提灯好不好吃，我真的推荐大家自己试一下。最后一串是烤鸡翅，每次我都特别享受牙齿穿过那层厚厚的鸡皮，再咬到肉里面那个肉汁肆意的感觉。鸡皮焦脆，鸡肉软嫩，它经过大火烤制之后，那个皮最脆的地方像薯片一样，这个烤的优秀到可以缩骨头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青椒鸡肉末冬，太劲了，厚厚的一层肉末，再配上一块鸡肉加了青椒，而且它全都是烤的，这怎么能不算好店呢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，这家店带你朋友来。